我想问问姑娘们哈，你们愿意婚后一直在还债吗？你一定说不愿意，对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提出高额彩礼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吗？最近有一名江西的女子哈来我这找对象，她说到她的上一段婚姻的时候啊，几乎是要崩溃的。婚后7、8年，她和她的前夫一直处在还债的状态当中。因为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她的父母跟前夫要了66万的彩礼，前夫家那边啊确实也给了这钱哈，风风光光把她娶进了门。可是哈，她的父母竟然1分钱的陪嫁都没有给她，这些钱后来全部都被父母给安排了，给她的弟弟呢结婚买房买车，都是自己亲人，她能说什么呢？然后她前夫那边呢，当时这些钱呀大部分都是借来的，搞得他们夫妻俩婚后一直都在还债呀，连孩子都没敢生啊。而且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啊，因为这些事情啊没少吵架，感情也逐渐就冷淡下来了，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啊。最后他们离婚了。她前夫呢居然找了一个2婚女人，人家还不要彩礼。她现在想起来都是彩礼惹的祸啊。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特别的多啊，尤其是在那些彩礼比较高昂的地方啊，很多的家庭他都是借钱来结婚的。有些地方这个结婚啊就跟成了一种买卖一样，女方家的父母真的是漫天要价，但是呢男方为了结婚呢他又只能顺从啊，就算他没有钱，他借钱也得给儿子把婚结了。最终呢就是导致很多的家庭在结完婚之后直接就返贫了，好多年哈都处在这个高额的债务之中，一直都在还债的路上，生活过得非常的苦。这种日子真的是你们结婚的目的吗？在大龄剩女非常泛滥的北京，35岁以上的女生哈，如果你还抱着宁愿不嫁也不错嫁，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种思想哈，那可能你真的就嫁不了了。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什么叫错嫁？你们口中的错嫁无非就是啊遇到个不求上进的人啊，或者是太平庸的男人，要么呢就是哪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哈，现在这个市场啊，那些不平庸的男人啊，他们不找你了，嫌你老。你真的别不信哈，你来相亲试一试，你全明白了。那些哪方面都不如你的男人呢，他都不敢找你，好不好？反正你也嫌弃他，他找你干嘛呢？你说你还能找谁？以后这个年龄段的哈，也别找我了，连我都伺候不了你的需求。那天有个36岁的大龄女生哈，因为家里边30岁的表妹啊，春节的时候结婚了，这次啊真的完了哈，崩溃了，春节都不敢回家过年，觉得自己嫁不出去哈，很自卑很丢人，更加焦虑了。嘴上呢说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哎，好好过日子的男人啊，能够对她好就可以，条件方面完全可以放宽的。结果呢，我给她一介绍啊，麻烦就来了。这个男的工作不稳定，不想考虑；那个男的没眼缘也受不了。这个男的呢，哎，爱好太多了，会不会很花呀？那个男的呢，房子又太小了，还没有自己的房子面积大。得，我呢就知道他会出幺蛾子的。结果人家还是不甘心啊，最近呢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单身自驾活动。这个女生当中她的年龄是最大的，大家说尴不尴尬呀？她还反过来问我哈，说你怎么活动上这么多的优秀男士不介绍给我呀？我都快被她气死哈，怎么自己一点数都没有呢？我就跟她说的特别直白了，我说人家呀看不上你的，劝她找个离异的吧，有条件好的。她说不想当后妈的，还没到那一步吧，劝她找个年纪大10多岁以上的哈优质男人。哎呀，她说太老了，真没意思。就这哈，这还算是降低了标准的，好家伙哈，还说我们在制造焦虑，明明就是自己把自己在往火坑里边推，对吧？说实话啊，他们现在生育价值几乎没有了，年老色衰了，还指望着出现个高富帅啊，智障了要娶她。哎呀，我真的是哈无语的很啊。北京90年的男生，他跟我说哈，坚决不想相90后的女生了，最好能接触00后的女生。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啊，他来我们这里半年多了，参加了好多场活动，在单身群里他也挺活跃的，这半年他加了不少90后的女生啊，也约出来见过面。但是他发现啊，跟这些90后的女生交往真的特别费劲，如果说不合适啊，就说一句啊，也不耽误大家时间，这不挺好的吗？但是不是哈，他不管合不合适，他都是一副德行，就整得你啊没有往下继续的动力了。就你一看照片是个美女，一看本人呢对不上号，而且他们聊天的回复最多的就是
哦哦，嗯嗯。然后呢，你如果不继续舔着脸继续聊，他就说你不积极主动，他自己回应的很敷衍，最后罪过呢都得由我们来承担。这样的聊天虽然说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是极强的。说实话，他们也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好，但是却要求男方方方面面都得好。作为男人我们如果条件不好，我们自己能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我们也只想找个普通的女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但是大部分来相亲的女的不是这么想的，她们可能有房有车有学历，但她们没有几个能意识到自己长得丑，还高高在上还很挑剔。总之呢，这些90后的姑娘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看还珠的时候呢，幻想王子爱上我；看流星花园的时候呢，幻想富二代爱上贫穷的我；看了韩剧呢，幻想霸道总裁爱上普通的我；看甄嬛的时候还得了皇上都得爱上我。所以呢，我不想陪他们这些人继续梦游了嘛，所以我还是想看一看没有受过这种毒害的正常点的姑娘嘛。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关于大龄剩女的视频呢火了，但是呢也招来了一波不服气的人在评论区可劲儿的骂我，说什么的都有，说我身为女性攻击女性，说我在贬低女人说我在搞性别对立，说我为了点流量拿他们说事儿。今天我就在这儿不做任何的辩驳，但是呢我只想问你们讲这些话的这些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谈恋爱的时候要看男人的态度，男生怎么给他花钱是最权重的评判标准。但是如果让女生花钱，那这个人就是个下头男。你们承不承认这件事情导致现在很多的男人都反感谈钱的女人，这个不是我教你们的吧？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约会，他就算是跟你 AA， 但凡他就是稍微的算计点抠门点，你们都受不了，对吗？而你们自己呢，可以不花1分钱，也没啥态度。那到底是谁把你们自己当成了交换的标的呢？不是你们自己吗？这个是事实难道是我把你们说成这样的吗？难道是我把你们贬低成这样的吗？第二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看看评论区，男的都在说什么？如果现在有的女的，你的观念你的认知是符合人道的，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那谁还会出来说你不对呢？你的所作所为所想都会得到大家的支持才对，对吗？那为什么你的言行你的思想都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批判和嘲笑呢？一个成年人可以选择特立独行，但如果你要入世，你就要遵循入世的规则，不是吗？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想结婚？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结婚。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一个人不结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既想结婚，你又要想入非非，年轻的时候你没有把握好你没有规划好，你等到你一把年纪了，还想用自己的这把年纪来换取一个既优秀又年轻的男人。作为一个在婚恋市场混迹10多年的红娘大姐来说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概率很小我是不是又说到了你的痛处呢？你可以继续骂我，没关系，因为改变不了事实的。你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书店买2本书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作为一个成年人，尊重事实比你在这儿抨击我要成熟的多了，是不是？大家说对吗？最近呢，我们的北京大龄专场真的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却寥寥无几，局面真的是有一些尴尬的。女生们虽然都很积极主动个个都踊跃发言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却表现得比较冷淡。这些男生呢也确实从条件来讲，可能有一半都不及这些女生好。就有几位还算过得了这些大龄女生的眼，但是呢眼瞅着活动快结束了，这几位男士一个女生的微信也没有加，估计呢是一个也没看上吧。于是呢我就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原来他们呢虽然来了，但是呢也是来装个概率的，如果能在大龄女生当中遇到一个满意的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非常遗憾一个也没有。他们说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年龄大，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生育价值所剩无几。生一个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如果一个大龄女生长得很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经常锻炼，状态很好，那只生1个的话也凑合可以。
最起码我看着他也舒服啊，也值了。关键的是呢，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并不觉得自己颜值不好，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知有问题。她们明明在婚恋市场完全没有了竞争力，但是呢，还是不想降低自己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子事业有成，情商高，长相好，哪一条她们也不想放弃，还想花男人的钱。尽管她们自己可能也不缺房子、缺车、缺钱，但是呢，仍然想花你的。大龄女生呢，很看重物质，但是年龄、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处在和世界对抗的层次里，而不是去适应社会。她们又没有能力改变有钱人的看法，那些有钱人为什么要听他们 PUA 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说自己的阅历多，思想成熟，有房有车，工作能力强，他们认为自己的优点很多很多。其实大部分的剩女压根儿就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强，有车有房，那也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刚需啊。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女孩还要高，说自己阅历多可能其实只是情感经历多，还死不承认。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负价值的。大龄剩女虽然不服气，以为呢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所以就找不到优质的男的。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年龄大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90年的北京男生跟我说，我们为什么现在不主动追女生了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点，男人最看重的就是长相，如果你的长相相当出众，那不管什么情况下，男人跟你相亲之后都会主动几次的，除非你一直对他爱答不理的，跟他玩高冷，那他也就放弃了。要是你长得丑估计加了微信也就问候2句这个都是算是有礼貌的了。你还想他追你不可能。第二，可得性，不管你长得有多美，相处过程当中，男人都会不断的去观察你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得出的结论是可得性很低，那男人他也会很快就放弃你的。他们现在没有那个耐心跟女生玩那些心眼花一大堆的钱还拿不到结果，感觉自己就像个傻瓜被人家耍。这事儿他们现在不干了。今年舔狗经济的崩盘还不能说明一切吗？第三好多的女生都觉得相亲加了微信就是给男生追求自己的机会，搞矜持慢热那一套。现在的男生不买账他们喜欢主动的姑娘喜不喜欢一句话的事儿，双向奔赴他不香吗？非得我单方面的热脸贴冷屁股上，何必呢？还有好多的女生跟相亲对象谈恋爱就像面试结束后的甲方一样，等通知吧，真的很让人抓狂。可能你是真的没看上，可能你是真的不喜欢他，那你就坦诚一点，说一句不合适也就完了，非得搞个拖拖拉拉的，真的没劲真的没劲的。第四吧，现在的姑娘找对象真的特别现实，稍微长相好点都是多线操作多方对比，挑来选去的，运气好的可能能挑到个如意的，运气不好的呢就把自己给挑剩下了，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你要是现在都没有人追那要真成了剩女的那一天就更没有男人追你了。所以我奉劝一句现在的有些姑娘你要是发现自己现在就已经没有人追了的话，你真的要清醒清醒了，别天天还在那儿有的没的乱想一通，时光一去就不复返了，是不是这样北京一位38岁的女粉丝自己跟我说，确实很焦虑，这辈子不结婚都没关系，她最焦虑的问题是这辈子没个孩子，老了以后咋办呢？没个人照顾，就算去了养老院也会被人欺负的。想想自己挺后悔年轻的时候错过太多合适的男生了，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了。我那会儿呢还瞧不起人家，只能怪自己当初太挑太事儿了。而且其实现在自己想想，觉得那会儿的自己真的是很符合现在大众眼里对大龄剩女的那种印象。我总是跟周围的人说，一个人过得挺好的呀，多自由但实际上是真的找不到，而且不是找不到一个普通的男的，而是找不到一个优质的男的。一直就是不甘心，等等总是觉得命运一定会眷顾我的。现在想一想说那些话其实真的是自欺欺人的。我自己那会儿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的，但实际上后来逐渐发现我的长相挺一般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那么自信而且我自己的性格缺陷真的很大，我承认自己有点作包容心也不够的，看到一点问题我就放大，好多次的恋爱都这么结束的。
现在这个年纪，在婚恋市场上完全没有竞争力，还挑啥呀？连个普通点的、正常点的都很难找。最重点的是，我真的不贤惠，到现在都没几个菜能做明白的。之前啊，就有个男生因为我不会做饭把我 pass 了，家长都见过了，他觉得娶我回去啊很丢人，我自己也不想改变呀，勤快不了一点点，温顺不了一点点，也看不得别人的脸色。那会儿啊，我对婚姻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总觉得自己忍受不了多一个人给自己制造那么多的家务，我也不想多一个人经常有事没事的跟我吵架惹我生气，我也没法无私一点点，让我对自己的父母好那是可以的，但是要再多2个父母我真的受不了，感觉自己真的是做不到啊。那会儿哈，我都没有当妈的欲望，更没有当妈的能力，觉得自己还需要被别人照顾呢。现在想想，我真的都没有一点点利他的优点，但是自己呢也没有一点点要改善的觉悟，所以呢就高不成低不就，变成现在这样了。现在真的很后悔啊，那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江西这回是又要火了吗？这2天哈，王婆转战江西婚恋舞台，又吸引了一大波眼球。江西女孩一上台就说自己要找一个月薪2万5的，也就是说在江西南昌这个地方2线城市哈，一个男生他的收入得达到30万以上才能娶到这个女生，还没有算他们江西的天价彩礼，外加房子、车子、婚礼等等费用，随便算一下，在江西娶这个媳妇儿要花上100万了吧？评论区都炸锅了哈，搞不懂了吗？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些1线城市，年薪30万也算不错的收入了，他们南昌已经这么富裕了吗？彩礼已经是全国之首了啊！随便一个姑娘普普通通的出来开口就是30万收入，据说江西彩礼都达到38万8了。我们且不说这个姑娘她颜值咋样，反正她的思想呢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吧？不得不说嘛，现在的网络确实很发达了，大家的眼界呢也打开了。但是不管抖音上有多少人在夸大在渲染，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全国人均平均年收入是202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哈，是2万2千元。所以如果你的月薪已经过万了，那已经跑赢了一大半中国人。女孩找对象慕强可以理解，相亲市场的女孩找对象都是向上社交的，但是这些女孩是不是就有点太不实际了呢？年入30万在全国来说那也是少数的一撮人，更别说是在2、3线城市了，那更加是凤毛麟角的存在。那我要问一下这个姑娘，你又是不是一个凤毛麟角的女生呢？我估计在他们那里有年薪30万的男生，那也是10个里边有8个女生都想找他，还没说其他的要求呢，比如说个子高点啦，人品好点啦，要长得有眼缘啦等等，这些估计就没人了。我在这里哈，真心建议现在那些待嫁的姑娘们，找对象还是真的要看看你找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概率会被你找得到，就算你找到了，又有多少竞争者在跟你竞争。难怪就有红娘说嘛，现在的姑娘找对象简直就是乱报价，完全不遵守市场规则，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在北京的相亲市场哈，我真的是建议那些离婚带娃的女人，你真的别来卷了。在生活中好好的碰一碰，也许呢还能遇到真心人。在婚恋市场可能你很难，几乎就是白花钱的。你先看看现在的北京单身男女的比例都多少了，1比9了呀。所以呢，男人的选择范围真的比你大很多。我也明白你那点小心思哈，还是希望呢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能够呢对你的娃好一点的，钱方面呢对你也大方一点的。否则你找他来干嘛呢？你也不想当个免费的保姆，对吧？大概率呢你还不能接受对方也带个孩子，你不想伺候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太想替别人养娃的。原配夫妻都做不到同心协力，难道半路的夫妻就更容易做到吗？就算你遇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可能也处处防着你，怕你图他的房子，图他的财产，你也担心他会对你的孩子不好，只想免费的利用你的劳动力。两个人各怀心思能把日子过好吗？你来相亲市场看一看，那些条件好的男人，就算他带个孩子，那也有大把的未婚女人在等着。那电视剧里边演的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你，在现实当中根本不可能，可能性为0。那样优秀的男人，他到底图你啥呢？他不可能图你离过婚生过娃，图你有孩子年纪大吧？
你就算美上了天呐，也不大可能。人家啊，找个未婚的不好吗？再说了哈，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怎么可能拱手让你们娘俩随便花呢？你能给他带来点什么呢？你有那份自信，还不如好好搞搞事业，挣钱来得踏实。等孩子大了，独立了，你再来找我，好吧？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优秀的老伴儿啊，真的，实话实说，靠谱吧？你现在又想复婚了啊？你早干嘛去了嘛？今天我这里啊来了一个36岁的离异女士哈，那提出来的一个择偶要求啊，着实给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一线城市本地人哈，有车有房，体制内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呢，还真是不赖的哈，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呢，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嘛，应该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哈，对吧？结果呢，人家说啊，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她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把婚给离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倒是离婚了，对方呢却没有离啊，就这么个事儿嘛。两个人呢没有过多久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就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啊，挣几个钱啊有多辛苦。她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真的是挺好的，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一些消息，她想复婚嘛。最后呢人家啊有女朋友了，她就3番2次的呀找借口上门去献媚。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哈，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对我说的那些话有多绝情啊，那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呢他眼看着这个婚事复不成了，所以就来找我们嘛啊。他提出了几个条件，我觉得都不可能啊，不可能实现。第一啊，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啊，不能跟父母同住。第二呢，就是身高不能低于1.78米，因为前夫是1.80米啊，还不能秃头，不能太丑。他说要不然根本亲不下去嘴。第三呢，年收入呢至少都得100万以上，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俩啊？因为他前夫是做生意的哈，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他觉得不过分。我听完了之后呢，我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哈。我说真的抱歉哈，就你提出的这几项啊，任何的2项加到一起啊，那都是王炸了。未婚的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哈。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啊，真的挺多的。据统计呢，有80%的离婚都是女人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就是啊，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啊，这些女的她又开始想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这时候就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的时候，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去挽留她，各种乞求、哭泣啊，承受痛苦、承受损失，甚至有些男的都会下跪。因为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她没有这种心理负担，他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啊，或者跟男人呢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啊。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凶险啊，他认为离开他之后啊，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他们真的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会发现哈，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啊会宠爱着他们。他们这个时候啊才会怀念起自己原来的丈夫的。对自己最好的人啊是前夫。可是当他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男人都会拒绝他，因为男人是很理性的啊，他们会思考嘛，过去都过得不好了，你现在回来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该失去的东西了，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痛苦了，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太愿意接受这种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这个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是不会同意复婚的。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啊。这些女人呢，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嘛。所以一个女人不要轻易去离婚，真的，你是没有遭受过毒打，你是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男人来相亲找对象为什么他们也这么现实了呢？确实现在呢，在北京特别明显。在我们的很多相亲局上男生列出来的条件真的不比女生少。因为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呢，他们原本希望遇到的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可是呢，现实却让他们逐渐的发现女生们要的似乎不仅仅是爱情
啊。那这些男生呢，他们可能从20岁到30岁啊，已经受够了现实的毒打，那被前任各种的坑被女友各种的骗，那比比皆是嘛。当他们构筑的美妙爱情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的时候啊，他们终于清醒了。所以当他们走到了相亲这一步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再是来寻找爱情的了，他们只不过呢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而已，完成婚姻大事。所以很少听到一个来相亲的男生会下血本去追一个女生的，因为他们很清楚啊，给女人花钱没用的，自己有钱才有用。去为一个陌生女人花钱真的是脑子进水了。钱给女人看看就好了呀，即便是我们那些高资产的男会员都不会在相亲对象身上轻易的去撒钱的。所以呢，现在的男生他们真的是非常清醒的。而从女生的角度来讲谈恋爱结婚就是应该男生多付出要给他优越的物质享受才是爱他。女生的思想呢，其实还停留在过去呢。现在真的不一样了，谁来相亲都是来找真诚的，谁都不想当大冤种了。没有人给你花钱是应该的，也没有人对你好是应该的。女人想要幸福的生活，也一样要懂得付出，一样要放弃在恋爱当中当个公主的幻想，是不是这样子一位93年的北京男生全球排名前几的藤校毕业的，非常优秀，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就这些光环已经非常的耀眼了。但是他呢，偏偏不想从生活中那些庸脂俗粉中找对象，想来相亲市场里隐姓埋名，找到一个心目中的白月光。就这样他不让我们跟女方去说明他的真实身份，履历上呢也抹掉了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名号，一连相了好几个漂亮的女孩，都没有他特别满意的。那就在前几天，他去参加了我们的一个高端相亲局。这里的姑娘呢，要么长得漂亮，要么学历很高，要么呢家境很好。最后呢，结束的时候，他跟邻座的姑娘非常的有眼缘，似乎呢聊得也很投缘，他们就加了微信。结果可惜了在之后的接触中，他就发现这个姑娘不管是微信聊天也好，平时约会也好总是在有意无意的打听他和他们家里的经济情况，问他家里的房产车企业情况目前的收入是多少等等等等，甚至呢还跟他聊起自己的一些事业上的计划，试探性的问他有没有意向给自己的项目做些投资。同时他也了解到这个姑娘年纪虽然小，但是很有心机，家庭一般，学历挺高，长得漂亮。就从后面这2点呢，他内心还是满意的。但是这个姑娘的这一番操作让他有些下头了。不过呢，他还是很真诚的表明了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当这个姑娘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情况之后，那态度变得异常的热情，于是他心里就有点数了就在他们第3次见面的时候，这个姑娘就明确的表示自己是想往结婚的方向发展的，问他的想法是什么。结果这个姑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生会跟自己说下面这段话。男生说，我现在对你倒没啥想法，但是要说到结婚嘛，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的一些观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们确实可以结婚。女生就问他是什么观点这个男生说，我看你一直都在关注我们家的财产情况，那要是有一天我破产了，没钱了，成了穷光蛋了的话，我也能接受你离开我，因为我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了嘛。女生这个时候居然无脑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男生的说法。结果男生就又说，那我现在呢喜欢和在意的呢是你的容貌和青春，要是有一天你的容貌和青春也没有了，你变老了变丑了，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人呢？这一点你能接受吗？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她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也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的，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到这
个年纪了，找对象得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还会非常有礼貌的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哈，相比这些大龄女生，情绪也比较稳定，性格呢也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啊，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一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线。我发现现在有的女生啊，就这辈子她好像没吃过饭似的哈，天天就跟吃饭这件事啊干上了。96年的姑娘哈，说实话长得挺漂亮的，来我这相亲2个多月了，见了好几个男生，但是每一个呢都不到2周，她就继续不了了。我私下底也了解了一下哈，才发现这个姑娘真的很有意思呀。她每次见面都要求男生请她吃大餐，真的不是一般人吃的那种哈，一顿下来都得人均上千的。第一个男生呢，直接就回绝她了啊。这个男生说我不差那顿饭钱，我觉得这么吃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可能就是在试探我对他的诚意嘛，或者就是试探我花钱大不大方嘛，我讨厌这种被人家试探的感觉。第二个男生呢，确实请他吃了1500块钱的大餐啊。饭后呢，人家就问他愿不愿意做男女朋友，结果这姑娘说哪有吃一顿饭就能做你男女朋友的呀。这个男生后来又请他吃了一次哈，这姑娘呀饭后就小嘴儿一抹就准备回家了啊，让男生送她一下。结果男生在车里啊就对她亲亲抱抱的，她就狠狠地把男生给推开了啊，得就这么着哈，这个也瘫黄了。第三个男生呢，第一次请她吃饭的标准是1000，后来呢逐渐往下降了标准哈，那这个标准一降啊，就惹怒了这个姑娘了。她说刚谈恋爱就这么小气吗？那以后要是结婚了的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她说受不了这个哈，这样的男生是不重视自己的。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谈个恋爱就非得吃这样的饭才能感受到一种优越感吗？今天你要吃日料啊，明天你要吃鲍鱼，后天你要吃法餐，然后你谈个恋爱就天天跟这个吃饭干上了，你就这么个吃法呀，1个星期就得吃人家2万多，最后你吃完了还来跟我说男生都没有诚意，还说人家都对你图谋不轨啊，说想睡你，该怎么办？那我就想问一下你是家里边没饭吃吗？你以为那些男生怎么想的呀？人家就是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嘛，那你呢？你付出了啥？他不就得想让你也付出一点啥吗？这种事儿嘛，就是必然的。谁叫你吃人家那么多钱呀？啊，这么漂漂亮亮的姑娘，你说哈，搞得跟个蹭饭党似的，多掉价吧？啊，就说大家来评评理呢。现在在北京哈，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的男生啊，他都非常介意同居过的女生，他们普遍认为同居过的女生就跟二婚没有什么两样了呀。相亲之前都得问清楚对方的前任的情况，恋爱史、就医史哈。最近我听到了不止一起这样的事情了，有的情侣啊都谈了好几个月了，甚至都已经见过父母了，结果呢，被男生知道女生之前啊跟前男友同居过，心里啊就过不去这个坎儿，就这么分手的。有些人啊会认为现在都是很开放的社会了嘛，没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大部分的情侣在结婚之前都有过同居史的，这么较真儿有必要吗？大家认为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现在的男生哈都怎么了？一开口说彩礼啊，恋爱都不谈了，他们真的是比女生更现实吗？看来网络的传闻真的是不假。今天我这来了个93年的女孩跟我说哈，她跟男朋友啊谈了2年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结果前几天男朋友提出分手。她说那天男朋友突然问她啊，老家那边结婚一般要多少彩礼，问我想要多少，我就半开玩笑的跟她说那就30万吧。结果就是之后的好多天她都对我爱答不理的，反而是我天天找她聊，她的态度一下子就冷到不行了。这不就在昨天跟我说还是不谈了，分手吧。那我就觉得很突然，我就问她为什么呀？结果她跟我说哈，她不想娶一个要彩礼的女人。再说了啊，她说北京这边根本就不讲究什么彩礼这种风俗，北京本地的女孩根本就不要彩礼的，结婚呢是双方家庭一起处理操办。这个30万他们家不是拿不起，而是父母会不接受我。可能在我们那边没有彩礼，家里会觉得没面子，但是在北京呢，花了彩礼娶老婆，这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他说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爸妈说彩礼的事儿了。这件事情他们一定会觉得我太 low 了，拿不出手。他还说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也不是真的爱他，要不然就不会跟他开口要彩礼的，这么低俗的要求。他觉得一个女人是真心爱他，根本就不会在意彩不彩礼的，只会一心想把日子过好，而不是纠结这些东西。什么是真正爱的人呢？真正爱的人就是很简单，嫁给他就很满足了，跟钱没有关系。
可是我跟他解释了呀，就是开玩笑的呀，随口说的嘛。但是他就硬说我是认真的，说我是想过，如果开玩笑的话，你咋不说300万，咋不说3000万呢？那才像开玩笑的好吗？你这分明就是心里有数的。老师啊，你说他是不是很气人？根本就不听我解释。大家觉得这个男孩到底是误解了这个女孩呢，还是这个女孩根本就不爱这个男生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呢。知道为什么你还单身吗？因为不只是你，大家都单着呢。这些年资本给女人洗脑非常严重，而为什么男人却开始清醒了呢？现在很明显啊，男人开始反抗了，他们不再迎合女人的要求了。曾经男人也大方过，努力过，无怨无悔的付出过，可是那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儿，哪一件不让人心寒呢？结婚16年，4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上海有一个男的，结婚的时候女方说他不喜欢鲜花，就喜欢花钱，结果结了婚才知道对方有个孩子，多冤呢。还有很多地方法院接收的彩礼纠纷案里面，大部分的女方都是说钱已经花掉了呀，没了，所以你打官司也不一定要得回来。谈恋爱的人每年要过的节日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了，除了原有的一些节日以外，资本还创造出来了一系列的节日，在女人的群体当中，这些节日很重要都是给男人表现的机会，所以呢都得过吧，不然都得被自己的闺蜜给笑死。1月2月有春节、情人节，3月有女神节，4月5月有小长假520，6月7月刚刚松缓下来一点，8月份又来个七夕节，紧接着就是10月的小长假了，然后马上就是双11的购物节要是你错过了双11，你还可以用双12来补救一下。平安夜你得过吧，圣诞节你得过吧，年末的跨年元旦都逃不掉的。春节这个最重要的节日你也得表示吧。最重要的是每年农历阳历有2个生日至少得过1个吧，有的女的还要过纪念日等等，这些就这么算下来，发红包送礼物都快成了每个月固定的开销了。男人兜里没几个钱的话，谈恋爱结婚都成了奢望了。关键的是女生群体都默认这些节日就应该是男生给女生过，男生得付出金钱，所以就出现了大量的捞女嘛。谈恋爱结婚就是把男人当成赚钱的机器就是一个提款机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有人说转账一停感情归零，甚至有女生认为连过节送礼物都做不到的男生根本就不配谈恋爱。宣扬节日默认为是男生单方面付出，这个到底正常吗？表达情感就一定要转13、14或者520，这个正常吗？不跟钱扯上关系就不叫爱。相亲大会现场几乎全是女性，男性寥寥无几，这种情况正常吗？王婆说媒在江西碰到了一系列的奇葩言论，这些正常吗？发生在胖猫身上这件事情正常吗？真的一点都不正常。正是因为这些接连不断的负面事件，让如今的婚前矛盾越来越尖锐，男女越来越对立，结婚成了生意，爱情变成了交易。爱本来它是双向奔赴的，当你把感情婚姻当作谋财的工具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商品，你并没有占到男人什么便宜，而是在你拿到钱的时候，你在他的眼里也就是一个交易了。所以现在的女生你还不转变思维，你真的脱不了单了。如果你们想找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女孩可以点点我评论区置顶链接报个名。这回大龄剩女带着小表妹过来相亲，真是闹大笑话了。她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现在的00后，人家不仅仅是来整顿职场的连婚恋市场一起整顿了。那天35岁的大龄剩女跟一个36岁的男的相亲，小表妹很好奇就跟他一起来了。她还一路叮嘱小表妹你学着点相亲看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看看姐怎么给男的开条件。这个男的呢原本以为这个大龄女生这个岁数了嘛，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的一开出来的条件他简直就想跑。女的一开口就说我虽然35岁了，但是人家都说我看上去也就25岁左右，我父母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要求男方收入是100万以上，婚后生完孩子呢得过户一套房产给我。他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比那些婚前要求房产加名的女的强多了。婚后男方的收入一定要透明，并且80%以上都得交给他来管理。说完这些之后男的就说，那我其实呢倒不是经济状况有多大问题，只不过我要是为了娶你这样的岁数的女的回去我还需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大费周章的，那我没有这个必要呀，我娶个比你小10岁的也没有问题。你都30多岁了，还不能懂得站在男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吗？这个时候这女的马上就接过话来说我35岁不算太老吧，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未婚的，而且呢现在大家都晚婚，40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大把的是，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很正常呀，我还算年轻的呢。再说了，你不也已经36、7了吗？你自己不也是大龄剩男吗？怎么就只允许你们男的年龄大了找个小姑娘，就不允许我们给你们提个条件呢？男的说，问题就是我们男的年龄大了，我们找个小姑娘我们找得到但是你们年龄大了，要想一个男人花大价钱把你娶回去，那就有点难了。
这女的就很不服，说那你可真是痴人说梦了，来，我身边就坐了个00后，你问问他啊，就刚才你提的那个条件，你要是能办得到的话，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走。结果令大龄剩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00后的小表妹看了他一眼说，姐，如果他能满足以上条件，我还真愿意。你看看，这个就是现状00后已经快马加鞭的融入到相亲市场了。点击我评论区置顶链接，里面多的是00后的女孩。